我是宁远伯府嫡长女，是即将入门的世子妃。可大婚当日，却突然听到我的如意郎君战死沙场。世子妃，吉时已到，请下轿。国公夫人，不好了！边关失守，荣世子身中数箭，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啊！你说什么？荣景怎么了？世子妃，世子他真的战死了，我们找遍了战场，都没找到他的全尸。备马，小姐，边关千里迢迢，尸横遍野，您不能去啊！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就算是尸山血海，我也要把荣景带回来。荣景，别丢下我。荣景，我来找你了。香儿，我回来了。这是荣景的声音，是幻觉，一定是我烧糊涂了。家中父母诸事有知青照料，你放心，他爱我至深，定会守着我的牌位过日子，不会不管。锦郎，你就这么笃定薛小姐不会改嫁？她才19岁，总不能真的守一辈子活寡。她宁远伯府的女儿，花轿都进了我英国公府的门，就算没拜堂，也是我荣家的人。再说了，她要是敢改嫁，唾沫星子都能淹死她。宁远伯府丢不起这个人。那景郎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总不能一直躲在这边关吧？现在朝堂混乱，太子和几位王爷斗得你死我活，我回去了，免不了要被卷进去。不如趁这机会假死几年，也好陪着香儿你，还有我们未出世的孩子长大。等朝堂局势定了，我们再风风光光的回去。那薛小姐呢？她要是真的守了你一辈子，你回去了要怎么安置她？她毕竟替我照顾了父母几年，到时候给她个侧室的位置，保她一生荣华富贵也就够了。她爱了我10几年，为了我连边关都敢闯，肯定会乖乖等我回去。小姐，不能进去，里面太危险了，还有没清理的剑士，万一……松手！我的未婚夫在里面，我必须去找他。这是我亲手缝在荣景贴身里衣上的。这10几年来，我藏在心底的掏心掏肺的爱意，在这一刻，全都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原来我心心念念的亡夫，根本就没死。他正抱着别的女人，规划着他们一家3口的未来，还把我当成了免费照顾他父母、替他守节的工具。那个刚刚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痴情女子已经死了，活下来的是一心要讨回所有公道的薛芷庆。小姐夜里常常惊醒，醒了就睁着眼睛做到天亮，
眼里再也没有了从前的光。来时急切，回时决绝。知青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可吓死娘了！这一路颠沛流离，你受了多少苦啊！没事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只要你平平安安，比什么都强。爹娘，荣景是假死，他根本没有战死沙场，而是故意躲起来，骗我远赴边关，欺辱我薛芷清，践踏我宁远伯府的颜面。知青，我们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景儿没了，荣家不能没有后，求你进门。就算是守着景儿的牌位，我们也给你世子妃的尊誉。以后整个国公府都是你的，好不好？他们不是怕我受委屈，他们只是想拿我的一辈子换一座贞节牌坊，换荣家的脸面。这门亲事我要退，从此我薛芷清与荣家再无瓜葛。薛芷清，你敢退亲？你若敢退，我二人今日便撞死在宁远伯府的大门前，看你宁远伯府如何担得起这逼死国公的罪名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宁远伯府的千金要退亲，还说要改嫁，真是水性杨花。未婚夫刚战死，他就翻脸不认人，要退亲改嫁，不知廉耻。英国公府的人都天天去堵门了，这宁远伯府是骑虎难下了。名门闺秀如今成了这般，真是世风日下。那是不是摄政王？我没看错吧？他怎么来了？我哪知道？别说话，惹恼了这位，咱们担待不起。英国公府的人倒是好胆子，深更半夜堵在伯府门前骂街，是当我大庸的京畿巡城司都睡死了，还是当宁远伯府没人了？王爷，我们是来讨说法的。宁远伯府自家姑娘不守妇道，要退了和我们英国公府大公子的婚，我们……王爷，这刁奴冲撞了你，饶他一命已经是开恩。本王来求见伯爷伯夫人，求娶薛姑娘，不知伯府肯不肯给本王这个脸面？我这才想起，很多年前，先皇曾经想把我指给裴丽做王妃。那时候，我满心满眼都是荣景，哭着求父亲回绝了这门亲事。从那以后，我和裴丽便再无交集。我没想到他会深夜登门。你想退亲，我帮你；你想改嫁，我娶你。全京城的唾弃星子，我替你挡着。王爷，你……我从不是一时兴起，薛芷清，我等了你很多年。原来这些年，他一直都在默默看着我，看着我满心欢喜地给荣景准备生辰礼物，看着我10里红妆待嫁，看着我奔赴边关，看着我被英国公府逼迫，被世人唾骂，他一直都在。只是从前，我的眼里没有他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被逼到绝境，受尽了委屈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，从来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替我遮风挡雨。而眼前这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摄政王，却给了我唯一的退路，唯一的底气。好，我嫁。听说了吗？宁远伯府的薛小姐竟然要嫁给摄政王了！真的假的？那可是摄政王裴丽啊！还能有假？听说就是摄政王殿下亲自上门提亲的。这薛芷清未婚夫尸狗未寒就攀附权势，真是寡廉鲜耻。薛芷清，你是我荣家的人，不准改嫁。你摄政王必须给我们英国公府一个说法。
摄政王的王妃，谁敢动一根手指头，诛九族！你在这王府里，安心做你自己就好。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我不逼你放下过往，多久都没关系。3年里，裴令说到做到，给了我极致的偏爱与尊重。我也终于放下了过往，彻底爱上了这个温柔又强大的男人。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，王妃已有3个月身孕了。王妃，英国公府的帖子。芷清，我知道当年是我们对不住你，可我那小女儿马上就要定亲了，南方是吏部尚书家的公子，人家最看重门第名声。府里这几年光景大不如前，想请你出席府里的花宴，给小女儿撑撑场面，铺铺路。你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。我给你安排护卫跟着，没人敢伤你。我会去的。谢谢王妃，谢谢王妃。小姐，咱们就去坐一会儿，露个面就走，好不好？太医说了，您不能累着，也不能生气。放心，我只是去露个面，不会多待的。恭迎王摄政王妃，王妃驾到，蓬荜王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夫人，我有些乏了，想寻一处清静的偏厅歇息片刻。哎呦，是，王妃请随我来，这边请。景郎，我们什么时候去见姐姐？姐姐守了这么多年寡，不知道心里会不会怨你啊？放心吧。他对我痴心一片，知道我回来，肯定早就高兴坏了。不过香儿，你放心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等见到他，就让他给你敬妾试茶。这个声音，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认得。你见到我一点都不惊讶。全城皆知，荣大少爷大婚当日战死沙场，可荣大少爷自己不清楚自己干了什么吗？知青，3年不见，你倒是过得不错。知青，我知道你守寡3年，心中委屈。既然我回来了，这个妾室的名字还是要给你的。香儿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又先与我拜堂成亲，生下了长子。这世子妃的位置本就该是她的。这3年，你替我照顾父母，操持府中事务，于情于理，我会一视同仁，绝不偏向任何一个。假死脱身，把父母丢给自己，逍遥快活3年，回来后不仅不愧疚，还要逼自己做侧室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薛芷清，我跟你好好说话，你笑什么？出嫁从夫，你不要净耍些小家子脾气，否则别怪我心狠休了你。荣世子说笑了，我何时嫁给你了？薛芷清，你胡说什么？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，早就已经嫁给了我，你还在这里狡辩些什么？当时我都没在府中，你就急慌慌的上赶着进门，宁远伯府的女儿都这般没有脸皮。
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宁远伯府的女儿名声就全毁了。当初明明是英国公夫妇，现在倒被他倒打一耙，说成是我上赶着嫁入英国公府。姐姐，我知道您不愿让出世子妃的位置，我虽与景郎拜堂在先，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可只要您能让我进门，就算让我做个杂嫂的丫鬟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磕头求您了。香儿，你给他磕什么头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该给你行礼的是他。薛芷清，你何时变得这么霸道？明明是香儿先与我拜堂成亲，如此刻薄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写下休书？休了我，简直是笑话。小姐，快去叫太医，快去叫太医啊！当年去边关生子，太医说我很难受孕，好不容易怀上这个孩子，裴丽把这个孩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，我更是小心翼翼护了3个月，现在被这样狠狠一撞，要是孩子出了事，我不敢想。撞出去，一定要把太医请来。拦住他们！姐姐，对不起，刚跪的时间长，脚不受控制。亏你还是伯府小姐，名门闺秀，竟学些妾室手段，在这里装柔弱。就香儿那点力气，能伤得了你几分？值得你兴师动众的要去请太医，闹得满城皆知，还装模作样的起不来身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何时！今天谁都不准动，不准去请太医。小姐，我去找太医。小姐，小姐，荣景，放肆！你敢动我的人！我是这府里的世子，只是几个小小的婢女，我有什么不能动？就是这些年府里看你守寡太过让着你，才叫你这般刁蛮任性，就连身边的婢女也目中无人，敢以下犯上，拉出去发卖了。怪自己今天只以为是寻常花宴，没多带几个护卫，才落得这般下场。拦住他！姐姐别怕，我和人学过推拿之术，给你按按就好。才叫放肆！香儿好心给你治病，你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他，还不快点给他道歉！荣景，你竟敢让我跪个贱妇！香儿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哪里容得你随便侮辱？今日身为夫君，我就要好好教教你该如何侍奉正室，否则你连点尊卑都不懂，以后怕不是要骑在香儿的头上。去给香儿敬茶。那接下来你才是侧妃，她要是不接，你也就是个通房丫头，哪里来的脸在府里耀武扬威？薛芷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居然敢伤香儿！景郎，我看着国公府也容不下我们母子，怕是过门之后就要被他害得骨头都不剩。既然这样，我还不如带着轩儿出去，接着靠卖豆腐为生，也好过进了这虎狼窝。香儿，你别走，你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！看香儿为我生下嫡长子，你就心中嫉妒，
把热茶往他身上泼，想让他身体有残，再也无法出去见人了，是不是？薛之谦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样恶毒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不要！天哪，芷清！快去叫府医，快！谁都不许去！娘，我知道她这3年没少侍奉您，可那是她嫁进来应该做的，您不必这样护着她。方才她还在我面前嚣张跋扈，欺辱您儿媳，都是府里太过纵容，才让她如此是非不分。不好好罚她，不足以正家。你糊涂啊！你这个蠢货！你可知芷清她是什么人？当然知道。她不就是已经嫁我为妻了吗？可只是花轿过门，我们还没拜堂，我自然是不认的。只有香儿，她替我侍奉你们多年的份上，我已经给了她个侧室的位置。没想到她还不知足，闹个不停。娘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只是给不懂规矩的妾室长长记性。你先歇着。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、心肠歹毒的毒妇给我关进柴屋，让他好好反省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放他出来，谁都不准给他送水送吃的。是。荣景，我腹中的孩子要是没了，必将你千刀万剐！摄政王府的人来了。小姐，奴婢已经叫人进宫去通知王爷了，您再撑一撑，王爷马上就会来了。夫人吉人自有天相，胎儿暂时稳住了。要是老夫来的再晚点，这腹中的胎儿可就保不住了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我3年没回来，你哪里来的孩子？胎儿！薛芷清，你既然都已经嫁给了我，还敢和野男人珠胎暗结，简直不知廉耻！说，那个奸夫是谁？容世子的耳朵是聋了吗？我都说过没有嫁你，哪里来的奸夫？全京城都知道，你的花轿进了我英国公府的门，你就是我荣景的妻子。你守寡3年，却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，不是水性杨花是什么？姐姐，虽然姐姐空闺寂寞，可也不该做出这种丑事啊！这让夫君的脸面往哪里放？那个奸夫是谁？姐姐还是快点说出来吧，免得夫君生气，亲手除了你肚子里那个野种。野种？你怕是想英国公府满门被屠？够了，我们走，回王府。给我上！想走？你以为这英国公府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给我上！把这些擅闯国公府的乱贼全都拿下！薛氏，你个水性杨花的贱妇！亏我还念着你替我照顾父母3年，想让你当个侧媳，现在看来，你给我当个侍妾，我都嫌脏。去，给我拿纸笔来，我今日就要休了这个不知廉耻的毒妇！不可，姐姐好歹也为你守寡3年，要是就这样休了她，明日京中众人还不知怎么骂我们国公府薄情寡义。不如让姐姐把这个孩子递掉，留在府里，
给你当个通房丫头，对外就说她卧床养病，也不会传出闲话，坏了国公府的名声。去，把堕胎药拿来。姐姐莫怕，这堕胎药只会打了你腹中那块肉，并不会伤了身体。以后姐姐好好调养，必然还可以为夫君孕育子嗣的。别碰我！滚开！蓉姐，我求求你，我没有家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和国公府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求你放过他，求你了。和我荣家没关系，你进了我英国公府的门，就是我荣家的人。你肚子里的野种，就是玷污了我荣家的百年清誉。我荣家的百年清誉，岂容你玷污？按住他，给我把药灌进去。他肚子里的野种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夫君，姐姐不听话，抵死不从呢，还是你亲自来吧。雷丽，你快来，求求你，快来！王爷，青青，好个英国公府！今日之事，本王定要让你们不得好死！屠了，剩下一个活口，你们就不用回王府了。王爷，这个仇我要亲自报。都听到了吗？给我把这府拆了，等着王妃亲自来报仇。青青，你醒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叫太医过来。不用，王爷，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无事。青青，你别担心，太医说只是动了胎气，只要好好静养就不会有事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这一步棋算是下对了。英国公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若是今日真被屠了满门，御史台定会群起而攻之。到时候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摄政王府了。留着荣景和苏香，让他们活着赎罪，既能报我的仇，又能堵住悠悠众口，一举两得。小梅已经被接回王府了，太医正在给她诊治，不会有事的。荣景和苏香，还有英国公府的所有人，我都不会放过他们。不，王爷，我说过，这个仇我要亲自报。我要让荣景亲眼看着他引以为傲的爵位被剥夺，看着英国公府彻底败落。我要让苏香失去她最在意的一切，让她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好，都依你，你想怎么做，我都陪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和孩子。谁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让他万劫不复。青青，
我对天发誓，此生此世定护你和孩子周全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不许胡说，我信你。徐伯，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薛之谦，他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世子，你糊涂啊！那是当朝摄政王裴丽呀！薛小姐，不，薛夫人，3年前就已经嫁给了摄政王，是当今的摄政王妃了呀！我竟然当着摄政王的面要逼他的王妃给自己做测试，我竟然要打掉摄政王的孩子，给摄政王妃灌堕胎药，我竟然动手打了摄政王妃，折断了摄政王府的人的手臂。我完了，英国公府也完了。薛芷清竟然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妃，不管你是不是摄政王妃，但这个世子妃我是当定你！笑死我了！荣景那个蠢货，假死了3年，带着外室和孩子回来，竟然要逼摄政王妃给他做侧劈，他脑子是被驴踢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人家薛芷清现在是摄政王妃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拿个侧室的位置当恩赐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就是他，假死抛妻弃母，让人家姑娘替他照顾父母，他带着别的女人逍遥快活，现在还有脸回来逼人家，简直是不要脸。听说他还要打掉摄政王的孩子，给摄政王妃灌堕胎药。我的天，他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吧？等着看吧，摄政王肯定不会放过他。我听说那个王妃，我也听说了。这次他可有苦头吃了。那英国公府的公子这回可是完蛋了，谁叫他自作孽不可活？我悔的是当初不该假死，不该那样对薛之谦。世子，2位老人急火攻心，又旧疾复发，老夫已束手无策，唯有摄政王府的秘制护心丹，或可调出性命。我这就去求薛之谦。劳烦通报摄政王妃，英国公世子荣景求见，事关2位国公性命。王爷有令，英国公府的人一律打出去，连门都不让进。滚！眼看着爹娘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我没办法，只能铤而走险。我今天偏要见到你薛之谦不可。景郎，你不会是想……敢夜闯王府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这2个擅闯王府的贼人给我抓了！王妃，这2个贼人擅闯王府，该如何处置？荣景，你这英国公世子也是不用当了，回京来连不能得罪的人都没认清，真是蠢笨如猪。国公夫妇摊上你这么个儿子，真是上辈子不知造了什么孽了。王妃饶命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错了，求您看在国公夫妇对您有恩的份上，救救他们，给我们1枚护心丹吧，求您了。你倒是说说，国公夫妇对我有什么恩？当初我从边关回来要退亲改嫁，你那好公婆拼死不让我离开，甚至以死相逼。
想让我撞死在英国公府门前，去换一座贞节牌坊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对我有恩？护心丹王府之内有的是，就看你们的诚意了。一个巴掌换一颗护心丹，记住要用力，不用力不算数。王妃，您说什么？怎么不愿意？不愿意就滚，反正死的是你的爹娘，与我何干？香儿，为了爹娘，只能让你受苦了。荣景，你敢打我！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怪我！要不是你这个贱人撺掇我假死，我怎么会失去一切？你这个贱人，你个疯子！王妃，我们打完了，可以给我们药了吗？打完了？错，打得挺用力的。不过我什么时候说过打完了就给你们药了？薛芷清，你耍我们！耍你们又怎么样？你们想害我孩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护心丹，我就是把它扔了喂狗，也会给你们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。把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扔出王府！从今往后，再敢靠近摄政王府半步，乱棍打死！是，王妃。薛芷清，你这个毒妇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薛芷清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报应？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你们的报应。这不是英国公世子和世子妃吗？活该！得罪了摄政王妃，这下知道厉害了吧？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景郎，别担心，我求来了能救爹娘的神药。我去了城外的仙山，跪在道观门口，求了3天3夜，才遇到一位得道高人，给了我这瓶神药。这神药能治百病，就算是油尽灯枯的人也能救回来。府医已经束手无策，说爹娘撑不了几天了。我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爹，您终于醒了。晴儿，这是……爹娘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次能救您跟父亲，完全是靠香儿。她得知神药的下落，便不顾一切的赶去城外，跪了3天给你们求来的药。宫宴上，我或许有机会见到薛芷清，甚至摄政王裴丽，说不定能借他的关系求摄政王高抬贵手，放过英国公府，把爵位还给我们。景郎，宫宴上人多眼杂，你可千万不能冲动。我会陪着你一起去，好好表现，不让你丢脸，也不让爹娘失望。青青，宫宴人多杂乱，万一再遇到英国公府的人惹你生气，动了胎气怎么办？要不我们不去了，我跟太后说一声，就说你身子不适，需要静养。没事的，王爷，我要去，我倒要看看这对狗男女还能耍出什么花样。罢了，既然青青想去，那便去。我会暗中安排一些精锐护卫，贴身跟着你，寸步不离。我也会叮嘱宫里的太监宫女，只要英国公府的人靠近你，立刻拦下，绝不能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听说了吗？摄政王殿下特意叮嘱，万寿宫宴，只要英国公府的人靠近王妃，立刻就拦下来。看来今日这宫宴注定不会平静。
恭迎摄政王妃。王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皇叔，有要事与您商议，各国使臣也等着见您。去吧，正事要紧，我在这里，有护卫跟着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不该嫁给裴丽。我要嫁谁，与你无关。容世子还是管好自己吧。你可知那裴丽是什么人？阴狠狡诈，心狠手辣，要挟幼帝，把持朝纲，是个乱臣贼子。他现在宠你，只是因为对你还有点新鲜劲。等你诞下孩子，他就会厌弃你。那很多女子进门，到时候一纸休书，你成了弃妇，谁还会要你？他竟以为我会被这番话动摇。知青，你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不能看你一错再错。若是你现在就把腹中的胎儿落掉，再与他和离，我还可以让你待在英国公府，给你个容身之作。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他竟然还敢让我打掉和裴令的孩子，和裴令和离，回头去找他。容世子，我看你不仅是蠢，还病得不兴。裴丽是我3年的枕边人，他对我如何，我比你清楚得多。容世子用不着在这里挑拨离间，更何况他再怎样心狠手辣，也比你个烂人丢下父母假死，去和个外室双宿双辞的好上100倍1000倍。知青，那都是无奈之举。当时香儿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我若是不管，她一个弱女子该如何把孩子养大？更何况家中父母有你照料，我很放心。可谁知你竟然如此不顾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抛下我的父母，转头就嫁给了裴丽，你也太过无情了。我不改嫁，难道等着你带着苏香和孩子回来，对我百般侮辱，就如同那日在英国公府一般吗？你不准这样说香儿，她是个好女人。薛芷清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以为这样诋毁香儿，我就会后悔当初假死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会。我爹娘现在很喜欢她，就算你不把护心丹给我，香儿也救了我爹娘。既然你不听劝，就算之后裴令把你扔出去，也休要再来找我。夫君，别和姐姐置气，姐姐也是一时糊涂。我听到了夫君刚刚同姐姐说的话。姐姐，夫君说的没错，你还是为自己打算，与那人早些和离吧。你与夫君青梅竹马，又有过婚约，倒是让他把你接到家中，我们姐妹一同服侍夫君，岂不是很好？和我姐妹相称，你还不配。容世子，不好了，快去看看吧！英国公和夫人突然晕倒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容世子，国公和夫人是中毒了，看症状像是丹毒。中毒？怎么可能？是谁要害我父亲母亲？太医，你可知道是何毒？看样子是长期服用含有剧毒的丹药所致。敢问世子，最近2位老人可有吃什么奇怪的丹药？并未。怕是不尽然吧？听说国公和夫人最近不是吃了世子妃给求的神药吗？薛芷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一片真心，才为父亲母亲求得神药，在姐姐眼中，竟成了我要毒害爹娘。景郎，父亲母亲病倒在床时，他连1粒护心丹都不愿意给，现在哪里来的脸来怀疑我？我看怕不是他怨恨爹娘当初想让他撞死，赢块贞洁牌坊，仗着摄政王妃的身份，给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下了毒。薛芷清，是不是你下的毒？你这个毒妇！我只是看世子妃过于紧张了，随口一说罢了。不如拿之前世子妃给国公夫妇求的神药给太医看看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那药早就没有了，都被爹娘吃完了。
太医，当时夫人服药时，药盒里还残留了些药渣，被老奴偷偷留下了，不知可不可以用来查验？没错，这里面含有剧毒之物，正是导致国公夫妇中毒的元凶。这药食之虽能让人短时间内容光焕发，精神大好，但却会让内脏慢慢溃烂，最终毒发身亡。不是我，你们是串通一气，就想要诬陷于我。景郎，你要信我，我为什么要害父亲母亲？我没有理由啊！王爷，之前那个招摇撞骗、购买有毒丹药的道士已经抓到了。最近有个道士猖獗，敢在京城招摇撞骗，说自己手中有神药，害了不少人命。本王特命人将他捉回来审一审。大人，我认得这个妇人，就是她。前阵子到我这里来买神药，草民没有招摇撞骗。在卖出之前，我和每位买主都说了，这个神药虽然能让人短时间内精神大好，但却有剧毒，只有那些药石无疑油尽灯枯之人才能用来吊命啊。王爷，没错，这丹药和国公夫妇服下的是同一种。是我又怎么样？荣景，这都要问你！你不是说一生一世对我好，不让我受一点委屈吗？可这两个人天天比喻我出身卑微，配不上你，说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香护女。对你冷嘲热讽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言不发，任由我被他们作践？他们天天在我耳边夸赞这个贱女人，说当初要是你娶了她就好了，说她哪里都比我强。他们天天这么羞辱我，难道不该死吗？去给香儿敬茶，她接下了你才是侧室，她要是不接，你也就是个通房丫头。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、心肠歹毒的毒妇给我关进柴屋，让她好好反省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放她出来，谁都不准给她送水送吃的。你个毒妇，我对你有何不好？你为何要害我父母？我今日就休了你！休了我？荣景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后悔了。你从见到薛芷清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后悔了。你想娶她为妻，可你假死骗她，虚情假意，她根本就再也看不上你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得到她。给我把这个毒妇拉回府里去，关在柴房里，不准放出来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给她吃的喝的。止步！知青，是我的错，我当初不应该假死，不应该辜负你我之间的情谊，不应该被这个毒妇蒙蔽了双眼，对不起。你我之间早就再无关系，不必与我道歉。臣有本奏，启禀圣上，臣御史台奉摄政王之命，揭发英国公世子荣景临阵假死，贻误军机，置边关数十万将士性命于不顾的滔天大罪。临阵假死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！贻误军机，置边关安危于不顾，罪不容恕。圣上英明，请圣上严惩荣景，严惩英国公府。宣旨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英国公世子荣景临阵脱逃，贻误军机，罪无可恕。今剥夺英国公府世袭罔替之爵位，收回所有封地田产与御赐之物。荣景贬为庶民，永世不得入朝为官。英国公府即刻遣出功勋世家府邸，贬为平民。钦此。
英国公府即刻遣出功勋世家府邸，贬为平民，钦此。英国公府彻底垮了，娘也撑不了多久了，走投无路，只有薛之谦，只有他能救我，能救英国公府。只要他肯开口，求摄政王高抬贵手，英国公府就还有救。哟，这不是荣世子吗？活该！如今沦落至此，还敢来求摄政王妃？让他跪着！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。知青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见我一面。也不知这小家伙是像你还是像我？像谁都好，只要不像荣景那个木头就行。王妃，荣景一直跪在府外，从早到晚滴水未进，额头都磕破了，还一直在喊您的名字，说他知错了，求您见他一面。不用管他，他愿意跪就让他跪着。带他上来吧。知青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看在我们青梅竹马10几年的情分上，求求摄政王高抬贵手，放过英国公府，救救我娘吧！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求你了！绝望吗，荣景？从你对我腹中抬而下手的那一刻，我就在等这一天，等你失去一切，等你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你而去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知青，不要！世子，老夫人中毒太深，又受此大刺激，已是回天乏术了。都是你，都是你这个毒妇害了我荣家！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世子爷，不好了，苏香她在柴房里上吊了。拖出去，随便埋了，不就好了？短短几个月，所有和我亲近的人都死了，死得好，都死完了才好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们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都死了才好呢！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阻止我和芷清在一起了。我来喽，小蝴蝶。芷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老板，看来这位兄弟为情所困啊！哎呦，这位客官，你可有所不知，这位以前可是京城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世子爷呀！说到这位世子爷，那可有一段故事可说了。客官，你慢慢喝，听我给你细细道来。又是这个荣景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失足落水淹死了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自己不想活了，投河自尽的。不过不管是哪种，都没人在意了。王妃，刚接到消息，荣景的尸体在护城河里被发现了，据说是溺亡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荣景、苏香、英国公夫妇，
最终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可我的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也没有半分动容，因为那些人、那些事早就被我放下了。从我转身嫁给裴林的那一刻起，那些过往就成了落在泥土里的尘埃，再也掀不起半点波澜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幸好当年我没有困在那座英国公府里，幸好我遇见了你。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人能伤你分毫。岁岁年年，我都会陪着你，陪着孩子们。我的人生终于熬过了寒冬，迎来了真正的春暖花开。